要說2025年12月最火爆的國際新聞，那還得是美國跟委內瑞拉這對老冤家又掐起來了。這次可不是小打小鬧，美國直接在加勒比海集結了10幾艘軍艦，15000名士兵，搞得跟要打仗似的。特朗普還放話說要關閉委內瑞拉領空，委內瑞拉也不示弱，馬杜羅總統直接回懟，要打就來，我們準備好了。這事兒聽着挺刺激，但要弄明白他們到底在鬧什麼，咱得從頭說起。故事得從2024年7月說起，委內瑞拉搞了場總統大選，現任總統馬杜羅宣布以51%的得票率連任。聽着挺正常，對吧？問題就在這兒，反對派候選人岡薩雷斯不幹了，說自己才是真正的贏家，得票率高達67%。選舉委員會也挺奇葩，從來沒公布過各個投票站的詳細計票結果，這就讓整個選舉充滿了爭議。美國、歐盟、秘魯這些國家直接不認這個結果，美國甚至承認岡薩雷斯是當選總統。你說這事兒尷尬不尷尬？一個國家出現了2個總統，這可不是拍電影。馬杜羅今年1月10號還是照常宣誓就職了第3任期，但美國那邊可不消停。8月份的時候，美國直接把逮捕馬杜羅的懸賞金從原來的2500萬美元翻倍到5000萬美元。要知道，這可是史無前例的金額，比抓本拉登的懸賞還高。美國給的理由是說，馬杜羅領導着一個叫太陽卡特爾的販毒集團往美國運毒品。但有意思的是，美國自己的情報部門內部評估報告都說，這個黑幫跟馬杜羅政府的關係沒那麼鐵。這就很微妙了，要麼是情報打架，要麼就是另有所圖。到了11月底，事態開始急轉直下。11月27號，特朗普在對美軍的感恩節講話中暗示，美國可能很快要在陸地上採取行動，打擊委內瑞拉的所謂毒販。同一天，馬杜羅在委內瑞拉空軍成立105周年紀念活動上硬氣回應，如果歷史需要我們拿起武器，我們會挺身而出。雙方這一來一回，火藥味兒一下就上來了。11月29號，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了個更狠的，致所有航空公司、飛行員，請將委內瑞拉上空及周邊空域視為全面關閉。這話一出，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國際機場大屏上，國際航班瞬間只剩下10個左右，外國航司基本都跑光了，只剩委內瑞拉自己的航司和巴拿馬航空還在硬撐。這招夠狠的，相當於想把委內瑞拉從世界上隔離出去。美國的軍事部署也是一步步加碼。12月初，英國《衛報》曝光，美國已經在距離委內瑞拉只有11公里的特立尼達和多巴哥部署了海軍陸戰隊士兵和軍用雷達系統。這可把特多的反對派嚇壞了，說政府出賣了國家的靈魂，把國家置於危險之中。要知道，11公里是什麼概念？基本上就是隔着條小河溝。美國這是把監控設備直接架到人家門口了。特朗普政府還拉攏周邊國家配合行動。11月24號，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凱恩視察完波多黎各，第2天就跑去特立尼達和多巴哥。26號，國防部長赫格塞斯訪問多米尼加，多米尼加總統阿比納德爾當場表態，允許美國使用他們的空軍基地和機場部分區域，美其名曰協助打擊毒品走私。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是在委內瑞拉周邊布局，形成包圍圈。那美國為啥非要跟委內瑞拉過不去呢？表面上說的是緝毒，但你仔細一琢磨就不對勁。從9月到現在，美國在加勒比海和東太平洋已經擊沉了20多艘所謂的販毒船，造成80多人死亡。問題是，這種先斬後奏的做法完全繞過了國際法。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就直接在 CNN 採訪中點破，美國對委內瑞拉的施壓既不是為了打擊毒品，也不是為了民主，實際上是為了奪取委內瑞拉豐富的石油資源。這話可不是空穴來風，委內瑞拉擁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儲量，高達3030億桶。在全球能源市場動盪的當下，這可是個香饽饽。有專家分析，特朗普政府通過軍事威懾和極限施壓，目的是重塑與委內瑞拉的談判籌碼，為雪佛龍這些美國能源巨頭打開更多利益空間。說白了，打着缉毒的旗號，盯着的是人家地下的石油。這種做法其實有個歷史名詞叫門羅主義。1823年，美國第5任總統門羅提出，美洲是美國的後院，不允許歐洲列強插手。
2000年過去了，這套邏輯還在用，只不過現在針對的不只是歐洲，還有所有美國認為不聽話的拉美國家。有學者把特朗普的做法稱為加強版門羅主義，通過軍事部署、經濟制裁、關稅威脅這一套組合拳，逼着拉美國家站隊，疏遠中國和俄羅斯。國際社會對美國這套做法可不買賬。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明確表示，美國宣稱關閉委內瑞拉領空的做法完全非法，呼籲國際民航組織召開會議討論。伊朗外交部發言人譴責美國的專橫行為，違反國際法，對國際航空安全構成前所未有的威脅。就連多米尼加的約30個政治和社會團體都發表聯合聲明，反對美國單方面關閉委內瑞拉領空，指出這威脅地區和平，危及加勒比人民安全。委內瑞拉這邊也沒閒着。12月9號，委內瑞拉國民議會議長羅德里格斯在議會發言，強烈批評國際刑事法院虛偽偏袒，說這個機構就是美國的工具，專門用來打擊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國家。委內瑞拉國民議會正在審議退出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法案，雖然還沒最終通過，但這個態度已經很明確了，你們要玩，我不賠了。馬杜羅還動員了超過450萬民兵，準備確保覆蓋整個國家領土。委內瑞拉軍方也展示了自己的家底12萬正規軍加上750萬民兵，俄制 S-300 防空系統、鎧甲減 S-1 防空系統、蘇 -30 戰鬥機、T-72 坦克，還有海岸防禦用的冷保減 P 反艦導彈。雖然跟美軍比起來差距明顯，但搞不對稱作戰、打游擊戰也能讓美國喝一壺的。那這事兒會不會真的打起來呢？大部分專家認為可能性不大。首先，美國國內程序就是個問題。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明確表示，對委內瑞拉宣戰需要完成相應的國內程序，不是總統一拍腦袋就能決定的。其次，特朗普一直想展示自己是和平締造者的形象。他從阿富汗撤軍，想調停俄烏衝突、加沙問題，真要在拉美打一場戰爭，跟這個人設不符。但有限的軍事打擊還是有可能的。《紐約時報》披露，白宮正在考慮3種方案：第一，對軍事設施進行空襲；第二，派特種部隊抓捕或擊斃馬杜羅；第三，控制委內瑞拉的機場和部分油田。專家分析，大規模地面入侵可能性小，但有限的遠程打擊不排除。畢竟美國已經在加勒比海集結了這麼多兵力，總不能白跑一趟。有意思的是，據報道，特朗普最近還跟馬杜羅通過電話。邁阿密先驅報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說，白宮要求馬杜羅立即辭職，換取他和家人安全離開委內瑞拉。馬杜羅拒絕了，還提出3個條件，對他本人及支持者全球大赦，保留對軍隊的控制權。但這3個條件全被美國拒絕。這通電話說明什麼？雙方都在試探底線，看看有沒有不動武就能解決問題的可能。從更大的地緣政治角度看，這場衝突其實是中美博弈的一部分。委內瑞拉跟中國、俄羅斯、伊朗關係密切，中委之間有200億美元的礦產協議。委內瑞拉還通過石油換貸款的方式從中國獲得經濟支持。美國現在的做法就是想阻斷中俄在拉美的戰略通道，把這個後院重新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拉美國家對此心知肚明。在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巴西總統盧拉表示，世界其他地區已有軍事干預引發嚴重人道災難的教訓，拉美必須避免重蹈覆轍。玻利維亞總統阿爾塞直接點名美國在地區的軍事部署是新殖民主義的回潮。委內瑞拉卡拉沃沃大學教授德爾加多說得更直白，今天被美國圍困的是委內瑞拉，明天就可能是地區其他國家。拉美國家加強團結至關重要。說到底，這場危機的根源還是美國的霸權思維。從冷戰時期開始，拉美國家就被迫選邊站隊，冷戰結束後又淪為新自由主義的試驗田。古巴被美國封鎖禁運60多年，損失近1600億美元。委內瑞拉自2015年被美國制裁以來，數萬人死於制裁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600到700萬人被迫外逃。諷刺的是，這些難民潮又成了特朗普競選時攻擊移民問題的素材，自己制造的問題，轉頭又拿來當政治籌碼。目前來看，這場危機還在持續升級。12月10號，也就是今天，委內瑞拉準備退出國際刑事法院的消息還在發酵。
美國在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雷達系統已經開始運作，雙方的軍事演習和防禦部署都在加強。美軍無人機越界頻率已經達到日均12架次，委內瑞拉今年已經試射了7次防空導彈，雙方離擦槍走火的臨界點越來越近。這場博弈會怎麼收場？短期內很難說。如果特朗普想在談判桌上佔據主動，可能會繼續加碼軍事威懾；如果馬杜羅頂不住壓力，也許會在某些問題上做出讓步。但從長遠看，美國這種單邊主義的做法正在加速拉美國家轉向域外大國合作。委內瑞拉已經在加強與全球石油消費國的合作，區域組織也在尋求非美國主導的合作機制。越是壓制，反彈可能就越強烈。最後說句題外話，這事兒給咱們的啟示是什麼？國際關係從來不是單純的正義與邪惡之爭，而是利益博弈。美國說緝毒，實際盯着石油；說民主，實際要政權更迭。委內瑞拉有沒有問題？肯定有，選舉爭議、經濟困境、人權指控都存在。但這不代表美國就能隨便插手別國內政，用軍事威脅逼人就範。國際法、主權原則，這些不是擺設，是二戰後人類付出巨大代價建立起來的秩序。加勒比海上這場緝毒大戲，表面看是美國跟委內瑞拉的雙人轉，實際上是整個國際秩序的一個縮影。強權政治還是規則至上，單邊主義還是多邊協商，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僅關係到委內瑞拉的命運，也關係到每一個小國的安全感。畢竟今天是委內瑞拉，明天可能就是別的誰。這就是為什麼那麼多拉美國家站出來反對美國，唇亡齒寒的道理，大家都懂。好了，關於美國和委內瑞拉2025年12月的這場矛盾，咱們就聊到這兒。事態還在發展，後續會怎麼樣？咱們繼續關注。記住一句話，國際新聞看熱鬧容易，看門道難，但只要多問幾個為什麼，真相往往就藏在表面之下。